不好意思啊，这期文案我又写长了，所以废话不多说，游戏人生的第9卷，我们直接开始。书接前文，等男主他们回到了人类种国度以后，男主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国家改革。首先，他让所有的人类种都带薪休假。其次，男主把自己所在的城市都给改了名，叫989异能公司。而男主此时正在马不停蹄地逼着狐疑之神翻楼练习唱跳 rap。翻楼已经练习了不下上百次了，但是男主却依旧不满意，说翻楼只是照着谱在跳，完全没有灵魂，要用爱用心才能打动观众。但翻楼根本就不知道男主在讲什么，只能一边流泪抗诉着，一边重复练习着自己已经跳了100次的唱跳 rap。 正如上期所讲，男主此时正打算把翻楼塑造成一个偶像，以偶像的力量去团结大家，并把其他的神给吸引出来挨个攻略。毕竟男主他们动不动就拿着人类种的种族棋子和未来命运去跟别人赌游戏的，从来没有争取过别人的同意与不同意，看起来要多不靠谱就有多不靠谱，所以男主才要塑造翻楼这个偶像，利用无脑粉丝的饭圈力量，并宣称翻楼才是男主他们背后的主使者，以此来巩固男主他们的统治地位。而且翻楼天生就适合当偶像，毕竟他是一个不会老且不会上厕所的存在嘛。而眼下翻楼也举办了他第1场个人演唱会，男主让翻楼在演唱会上公开说明了空白兄妹俩之所以能够跟其他种族对战成功，就是因为这个神灵种翻楼在背后操刀才有的结果。史蒂夫此前听到男主他们的计划时觉得蠢爆了，哪有人会听偶像2句话就全信以为真的呢？所以演唱会当天，人类种听完翻楼所说的话之后，全都在欢呼为翻楼打 call 啊！史蒂夫心说人类种已经没救了。虽然翻楼的这场演出算是成功举行，但是男主却因翻楼表演时的舞台器材没能按时送到，导致舞台的效果未达预期而感到愤怒。本来器材这一块是向兽人种的东部王国所定制的，结果演出当天东部王国突然取消了运送器材，气的男主那是要动用国家力量去击溃东部王国，让他们看看国营异能公司的实力啊！史蒂夫怒斥啊，哪有人这么正大光明的滥用国家权力的？不过史蒂夫很快话锋一转，问男主这些台下的观众真的信翻楼才是他们国王空白背后的主谋者吗？男主则很肯定的说道啊，那当然是几乎没人信啦，但其实也没必要信。别忘了翻楼是狐疑之神，任何怀疑的想法都会加强翻楼的神力，所以只要大家认识到翻楼，就已经达到男主的预期了。此外，男主也希望普通人对男主他们的身份保持猜疑的状态，因为此前男主各种强势对战的表现早已成为了这星球各种族的眼中钉，他们必然会派探子混到人类种的国家之中。但只要大家都不知道男主他们的底细，不知道男主还有没有隐藏的秘密武器，各种族之间就会猜疑男主的来历与目的，而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给男主他们更多的准备时间，以便未来攻略做准备。就在男主跟史蒂夫聊天的时候，突然男主的手机铃响了，这让男主和妹妹白都异常的警觉。一方面是因为男主是一个顶级死宅，根本就没有朋友，不可能有人打电话给他；另一方面是这个地方是异世界，没有信号站的前提下，为什么电话会响呢？带着无数的疑问，男主最终还是接听了电话，结果对面却传来了听不出感情色彩的男生，在电话里说道：意志者呀，我们是基凯种，恳请与我们见面，人类种之王啊！虽然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但是男主还是选择先见一面再说。可男主刚同意，就见下一刻，人类城市的大门一直到宫殿王座前，瞬间就铺上了一条瓦砾道路。13个身穿黑衣一男多女的基凯种沿着这条瓦砾路来到了男主他们的身边。原来基凯种使用了空间转移的技术，制造了一条次元缝。等基凯种走到男主他们的面前时，这条瓦砾路也随之消失。见这个场面，史蒂夫趁机对男主说什么互相制约啊，这不还是有种族来找茬了吗？扣你还是误判了呀！还没等男主反驳，就见基凯种中一个叫爱因茨西的人走上前向男主介绍了自己，并一把拉住了男主的手，在男主的耳边说道：心爱之人呐，我好想你呀，来让我们孕育爱苗吧。男主当时就觉得菊花一紧，吓得当场晕了过去。等男主再次醒来的时候，男主发现自己遇到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梦，因为此时那个叫爱因茨西的基凯种正在跟另一个女仆装的女基凯
凯总争吵着到底要由谁去夺走男主的贞操。男主吓得差点又晕过去，赶忙问姬凯总，你们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为何呀？爱英慈禧听完则是露出了一副慈爱的笑容，告诉男主他们姬凯总是作为友军来助男主一臂之力的。这莫名其妙的展开让男主更加摸不着头脑，男主只好喊来了吉普利尔来帮忙分析情况。吉普利尔一被召唤到这里，那气氛那就是更紧张了，毕竟姬凯总和吉普利尔可是6000年前的死敌呀。好在有10条盟约的限制，双方才没有大打出手。在经吉普利尔的介绍后，男主才知道姬凯总就是当年杀了他们天翼种创造者的元凶，但1000年前的大战，天翼种和姬凯总都损失大半，只有少量的族人活了下来。吉普利尔还说，大战似乎也导致了姬凯总失去了新造机关，失去了繁殖能力。不过爱英慈禧出言纠正的说道，他们姬凯总并不是没了繁殖能力，而且他还一边说一边走到了男主身边，搂住男主说道，能和我们繁殖的就是合适之人你呀，空来，让我们孕育爱苗，制造新的机体吧。爱英慈禧甚至边说还边脱起了衣服啊，男主吓得恨不得让吉普利尔赶紧把这个基佬消灭了先。好在姬凯总中那个身穿女仆装看起来像17岁的少女突然接管了姬凯总的指挥权，并一击掌风把爱英慈禧像钉子一样插在了墙里，动弹不得。女仆此时取代了爱英慈禧，向男主解释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其实姬凯总的新造机关依旧存在，但是因为6000年前修比因李克的原因产生了心，姬凯总也因意识共享，所以也获得了心。可在李克和修比死了以后，全姬凯总因继承了修比的遗志，而将新造机关硬件上锁，拒绝与适合者之外的人进行繁殖，导致6000年来姬凯总一直没法繁衍，甚至只剩下眼前这些已经全部超出耐用年限的13个姬凯总了。男主听到这些，甚至开始同情起了这个种族，又因为姬凯总一般只有编号没有名字，为了方便称呼，男主便给眼前的这个女仆姬凯总起名为伊米尔·爱英，好方便交流。可谁曾想，刚获得名字的伊米尔·爱英立马表情变得异常兴奋，甚至还跟男主说，如果不跟本姬立马生孩子的话，本姬就会死。男主立刻就明白了啊，这个姬凯总他是个病娇啊。不过男主也很好奇，人类是怎么才能跟机器人生孩子呢？伊米尔·爱英则立马解释道，本来姬凯总是互相用新造机关连接，传输数据后制造出次世代的机体，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观测到了灵魂的存在，姬凯总可以跟其他种族的灵魂互相传递数据，并制造新的个体。伊米尔·爱英甚至还表示，他为了能够跟人类结合而开发出了独有的洞，可以调节紧度、湿度、粘度、压力、脉动，而且这个洞是全新的哟。哎呦，这话说完，男主当时就犹豫了，毕竟圣杯会说话，诱惑可真大啊。不过男主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姬凯总会认定男主他是那个所谓的适合者。伊米尔·爱英则再次解释道，男主跟6000年前的那个李克有 96.23% 的相似度，但判断要选男主最重要的原因是姬凯总体内的心都认定男主就是全姬凯总的希望。说着说着，伊米尔·爱英就要现身，男主差点就没有抵制住这个诱惑。好在妹妹白极力阻止了男主，才没有让事态往18叉的领域发展。伊米尔·爱英见男主因为害羞而不肯从了自己，便换了一个策略，提出了要跟男主进行盟约挑战的游戏。如果姬凯总赢了，男主就必须从姬凯总中选出一个机体繁殖生孩子，但如果男主他们赢了，男主就有从姬凯总中选出一个机体进行繁殖的权利啊！男主痛苦的大吼，哎，这输赢不都一样的吗？男主本打算把游戏规则和条件改一下，让自己和妹妹一起出战，但是伊米尔·爱英却早就分析到，男主想要16个种族棋子凑齐以后去挑战唯一神特图，所以姬凯总灭亡的话，对男主他们肯定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只要以灭亡作为要挟的话，那么游戏的主导权就完全掌握在姬凯总的手中，所以男主没权谈条件啊！男主也是没有辙啊，只好硬着头皮孤身一人跟姬凯总进行了一场西洋棋比赛。不过男主其实也发现了伊米尔·爱英提出的这个获胜奖励方面只提了生孩子的事情，但并没有规定男主在什么样的期限内去完成这项约定，所以这个游戏无论输赢，姬凯总都会成为男主他们的伙伴。男主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损失，但是男主还是决定要赢得比赛以后，要求姬凯总新造机关的锁彻底解开，以此来达到解救姬凯总避免灭亡的命运。顺带希望姬凯总输了以后
后能够充当舞台灯效，来方便翻楼后面的演出达到预定效果。条件谈妥以后，男主便和伊米尔因比了起来。而此时的另一边，吉普利尔趁着空隙回了一趟老家，去寻找有关于基凯总相关记录的过往，好协助男主去应对这些人。不过此前因为森金总的部分领地输给了男主，男主又给了天翼种们可以去森金总的领地寻找书籍进行收藏的权利，这就导致爱书如命的天翼种们跟抢宝贝似的，忙着到处找书，连他们已经失去天翼种力量的姐姐阿兹利尔因为失足掉到坑里爬不出来，都没有人去帮忙扶一把。就在这个时候，吉普利尔却突然出现，把阿兹利尔给拽了出来。阿兹利尔那叫一个感动啊，大夸还是这个妹妹心好啊。但吉普利尔却表明自己只是来拿阿兹利尔手中关于基凯总的书去帮助男主而已。然后吉普利尔拿着书就走了，但阿兹利尔的态度突然180度的转变，并马上召集了所有的天翼种，要求全员一起去男主那里，因为阿兹利尔要找这些可恶的基凯总谈一谈，如果谈话结果不如意，阿兹利尔要让这一帮基凯总粉身碎骨。结果在吉普利尔回到男主的身边前，男主和伊米尔艾因的西洋棋比赛就已经结束了，男主最终跟基凯总打了个平手，毕竟对手是机器人呐，男主又没有妹妹的那个计算能力，能跟机器人打平已经是用尽全力了。但是游戏输赢规则里面平手了，男主也逃不掉，必须从13个基凯总中选一个当伴侣的命运。但因为没有实现的要求，按理来讲男主可以一直拖着，但基凯总好像并没有拖着的打算。基凯总们强迫男主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平板电脑里面的色图本子给基凯总进行分析，以便基凯总向男主展现最好的一面，让男主选择伴侣。因为此前基凯总在游戏输赢奖励的条件中加了一条必须协助分析喜好，导致男主根本没法拒绝基凯总拿走色图的这个要求，这可就要了命了。因为基凯总是一个可以不断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对方的弱点以后加强自己的种族，这导致这一帮基凯总在破解了男主带来的异界平板里的数据以后，便开始不分时段不分情况，无论男主在哪里，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窜出来到男主他的面前，改变当时场景的周围环境，进入虚拟空间，并让男主亲身体验到本子里的剧情啊。一开始还好，基凯总们变换自己的衣着、外形和性格，从御姐青梅再到大胸美腿，这些男主都顶住了诱惑。但是基凯总逐渐掌握到了男主真实的癖好，开始装扮成小学生来色诱男主，男主差点就3年起步最高死刑了。幸好有爱因慈禧这个死心眼，因为他在分析男主的平板电脑里面的时候，有一本男主曾被封面欺诈而买的BL 本，所以爱因慈禧以为男主很好这一口，所以他每次来都是按照 BL 本里面的角色来色诱男主的，这才让男主每次都能强制的冷静下来。但为了避免基凯总这种无休止的骚扰，男主喊刚回来没多久的吉普利尔带着自己和白不停的转移到别的地方，但每次逃走，基凯总都能轻易的跟着吉普利尔的魔法路径直接找过来，逼不得已，男主只好跑了一趟远门，传送到了兽人种的国家，向巫女和伊野来寻求帮助。其实兽人种这边也很忙，因为男主他们故作神秘，其他种族确实不敢轻易来找男主他们的麻烦，但他们的目标也换成了男主周边的这些盟友，因为不断有人挑战，需要兽人种来应付，这才造成了兽人种负责的灯光器材没能按时送到。而且此时地精种们甚至在大厅里跟兽人种在游戏里面正拼的你死我活，结果男主不仅不请自来，还非常随意的就往巫女接待室的沙发上一躺，上来就问伊野如何才能解决被一群机器妹子疯狂求爱的这种事儿。伊野听完以后觉得男主终于是疯了，伊野带着同情的目光安慰男主尽快就医啊，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人会喜欢男主这种卑鄙的宅男。但话还没说完呢，12个基凯种利用空间缝隙竟然追到了这里，并且像之前一样，这些基凯种把男主他们所在的空间给变成了异空间的状态，而基凯种也挨个 cos 起了小学生来色诱男主。这一次也多亏爱因慈禧足够恶心，男主才稳定住了自己的心智。但是其他基凯总发现没色诱成功以后，便在白的劝解之下回去重新调整数据去了，唯独爱因慈禧这一次说什么都不肯轻易离开。男主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跟爱因慈禧说，你不觉得你们参考的爱的数据本身就错误了吗？好家伙，这句话算是惹祸了。爱因慈禧不仅高谈阔论，说男主平板电脑里面的色图有多么高的艺术价值，说那种爱的展现方式多么的火热，他甚至唰的一下子把所有的色图本子铺
铺满了整个异空间，展现给了在座所有人看。男主当场社死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把自己给活埋了。好在男主最后说让爱因慈禧理解爱之前先学会下体贴和关怀，这才是让爱因慈禧以为这是攻略男主的关键线索，成功的被忽悠走离开了这里。不过基凯种中比较特殊的那个伊米尔·爱因一直都没有走，甚至他从头到尾都是身着女仆装，隐身在男主他们的周边。如果不是吉普利尔用能力发现了他可能打算一直这样默默地守在男主的身边。这样奇怪的表现让男主在伊米尔·爱因身上看到了基凯种唯一不是为了去迎合他人坚持自我的高贵品质。唯独可惜的是伊米尔·爱因是个病娇啊，而且他跟吉普利尔八字不合，一见面就吵架，最终男主也只好苦口婆心的劝伊米尔·爱因先离开，才暂时得到了难得的安宁。见这个状态，一野终于理解了男主，尤其男主的本子里面有兽人本，让一野觉得男主还是有那么一点品味的。本来男主见这里也躲不掉基凯种，打算继续叫吉普利尔带自己转移到别处，但临走前一野却2句话就点醒了男主，既然要拯救基凯种，那么一开始就不需要逃，去跟基凯种交配不就好了吗？毕竟男主之所以不肯，是因为男主觉得基凯种他们认错了人，但是如果男主判断是正确的，那即使顺从了基凯种，基凯种最后也会发现真相，没找对人，最后依然无法繁殖，不就彻底解决问题了吗？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下子男主明白了其中道理，重新燃起了斗志，然后男主当时就感觉不太对劲，因为如果基凯种真的发现男主不是他们所找的抑制者的话，凭借之前那些基凯种所作所为，那撕破脸后恐怕基凯种会走极端。而男主要想以解开基凯种心造机关被锁的状态，不让基凯种灭亡，就给跟基凯种再进行一次游戏赌约。但是男主要是说明自己的目的是不让他们只跟抑制者交配，那基凯种又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一下子男主又进入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实在想不到办法的男主只好喊吉普利尔先带着自己躲一阵子，避免基凯种来找麻烦。本来男主他们是先躲到了伊冈家的附近，结果爱因慈禧不知道研究了什么本子，弄来了一台面包车，而且还很轻易的再次找到了男主这里。爱因慈禧还一改往日贱兮兮的状态，反而打算以 BL 里1的冷酷状态把男主塞到车上给强推了啊！吓得男主赶忙让吉普利尔再次转移，这一次男主他们直接就转移到了星球上空的红月上，这么远的距离才总算避开了基凯种他们。但是男主忘了一件事，翻楼的演唱会还在照常进行呢，并且此时演唱会结束以后，按照约定是握手会的环节，结果人类们都害怕与神接触，根本不敢上前与番楼握手，导致番楼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那里等了4个小时。史蒂夫为此急得团团转，而基凯种则每次找到男主以后，一被打发走就会回到史蒂夫的宫殿这边来商讨下一次去找男主的对策。史蒂夫想让基凯种他们来帮忙解决番楼这边人气问题，结果基凯种们根本无动于衷，气得史蒂夫脱口而出说基凯种他们在做没用的事情，这种为了迎合别人而做的模仿怎么可能打动别人的心呢？听到这话，基凯种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十分感谢史蒂夫帮他们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正当基凯种们打算用发自真心的方法再次去找男主进行攻略的时候，阿兹利尔带着全天异种突然杀到了人类国家，把这里团团围住啊！是的，阿兹利尔偏偏就是这个时候杀到了这里。阿兹利尔甚至带着杀气走到了爱因慈禧的面前，打算逼问基凯种们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杀了他们的天异种的主人。如果给不出合适的答案，天异种们会想尽办法消灭基凯种。这么一闹，地面上算是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啊！番楼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结果番楼这么一抬头，却发现男主他们竟然躲在红月上，不知道在干什么。番楼那叫一个气呀，把我冷落在这4个小时，结果你们却跑到月亮上去旅行了。番楼就直接气呼呼的一个瞬移，就来到了红月上，出现在了男主他们的面前，说出现状的同时，并质疑男主你到底要做什么。男主则是一见面就立马跟番楼哭诉着自己差点被爆菊的事情。番楼听完以后气愤地说你都答应别人了，那就赶紧去上床，还犹豫什么呢？但是男主说就是因为基凯种认错了人，所以他才不愿意上床的呀。番楼听完以后略显疑惑，然后就见番楼一个转身直接变成了男主的样貌，并反过来问男主那我也变成了你的样子，所以空
你是怎么认定姬凯总这些人是以什么样的根据来区分我不是空，而你才是真正的空呢？哎呀，这话一出，哲学意义太高了。男主像是找到了问题关键一般，茅塞顿开。于是男主赶忙让吉普利尔带着大家回到了地面。此时不知为何，阿兹利尔他们已经回去了，但姬凯总还留在人类的国度之中。男主则立马走到了爱因茨希的面前交谈了起来。男主此时解释道，姬凯总他们认定男主是意志者，却没有进行逻辑证明，只是凭借着心来认定的。但是男主他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姬凯总找的人，所以男主要求跟姬凯总全体人员进行一场游戏。游戏的过程中，男主会证明给大家看自己和意志者不是同一个人。如果男主在游戏中赢了，他要求姬凯总解除心脏机关的锁，恢复正常繁殖能力，并立刻去繁衍后代去，不许灭绝。但如果男主他们输了，男主就会立刻跟第一个提出推翻男主理论的人立马去生孩子，顺带男主还会把自己的裸照分发给所有的姬凯总，以做失败的附赠品。这个奖励条件那可是太诱人了。但是男主要求这场比赛他要跟妹妹白一起参与，游戏内容则由男主操办，来举行一场特殊的西洋棋比赛。因为听内容和奖励对于姬凯总来说没啥损失，最终姬凯总也答应了男主的要求，并于5天之后正式开始。而等到5天以后，男主此时已经把人类国家的王座大厅直接给他拆了，搞成了豪华的舞台，借由姬凯总装上的无数器材与灯光，请来了数千人来看翻楼的演唱会啊！是的，男主打算在自己跟姬凯总比赛之际，同时进行翻楼的演唱会。翻楼表示，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这种舞台表演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男主却说，意义，你一定会自己找到那个答案的。就在男主哄着不明所以的翻楼去给上千名观众进行表演之际，男主也跟爱因茨希宣告道，我们的游戏也正式开始吧。原来男主所主办的这个西洋棋比赛玩法更像一个音游，双方棋手落子的时机并没有先后顺序，而是像太鼓达人这种在翻楼演唱音乐的时候按照节奏点落子，节奏跟错了，那么落子的那一步会被判无效，需要重新落子。双方要在翻楼演唱完全部13首曲子前率先赢得7场西洋棋比赛才算胜利。可是男主的对手是姬凯总啊，这个规则反而感觉更像是束缚了空白兄妹俩思考的时间，一点都不影响姬凯总。然而游戏的难度远没那么简单，在游戏过程中，棋盘上会随机刷新出一个特效格，当选手把棋子落在这个特效格的时候，翻楼的舞台会根据落子的人心里所想象的内容变化出想要的舞台效果。同时姬凯总被拜托用他们的能力监测看翻楼演出的这些观众们喜悦、兴奋和满足值，并具现化成了兴奋值显示在空中的大屏上。男主和其妹妹白想要获得比赛胜利，就必须1在西洋棋中取得7次以上的胜利，2证明男主不是姬凯总所说的心爱之人，3翻楼的演唱会必须成功，也就是不让兴奋计量条见底。而姬凯总只要这3项条件中随便打破一项，即判定为姬凯总的胜利。爱因茨希根本就不懂男主葫芦里卖什么药啊，爱因茨希根本就不需要管那么多的特效，只需要在棋盘上的游戏赢了就能获胜。但不管如何，爱因茨希还是在音乐声一响之后就疯狂计算，并开始跟着节奏在棋盘上快速落子。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男主和妹妹白以超越常人的计算能力跟着节拍，4只手来回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点没让爱因茨希在游戏中占到便宜。很快在下棋的过程中，棋盘上闪现出了第一个特效格，但明知棋子落在那一格会使得自己棋盘上优势荡然无存，但男主他们义无反顾的把棋子下在了特效格上，并让舞台上闪现出了激光闪电带爆炸，伴随着音乐声此起彼伏，舞台瞬间被炒热，观众们的兴奋计量条也开始逐渐升高。男主是一边下棋一边嘲讽的对爱因茨希说，姬凯总，我敢肯定你们也会跟着下特效格的。这话整的所有姬凯总们都愣了一下，因为他们根本就算不出男主他们此话的用意。但游戏比着比着，爱因茨希就发现不对劲了，在巨大的劣势情况之下，男主他们不仅可以不断的去搞出特效
拉高舞台上的气氛，同时男组他们竟然能力挽狂澜，让第一局西洋棋比赛赢了。原来基凯总他们忽视了男组妹妹其实是一个有着逆天算力的存在，只要空白联手就没有失败。本来男组还想摆个 pose 这么说的啊，但一想好像之前与番楼的对战中被吉普利尔坑了输了一局，导致这么酷的台词以后没法用了。空白兄妹俩瞬间变成了自闭的状态。可在基凯总的眼里面，空白兄妹俩这个状态看起来像是胸有成竹。不过基凯总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击败的，他们是一群会不断吸取教训并不断进化完善自我的存在，所以基凯总们很快就在脑中开了一个会，调整了策略，并在第二局棋盘比赛中险胜了男组他们。但男组他们依旧看似轻松，一边维持舞台特效，一边在棋盘上跟基凯总下的有来有回。所以到了第三局，基凯总终于明白特效格的意义，因为在棋盘对战中对付男组他们并非易事，但有了特效格就可以尝试中断番楼演出中的特效，从而降低观众们的期待值，把演出搞砸。这么一来同样能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第三局爱因慈禧抱着可能会输的信念，将棋子挪动到了特效格上，使得番楼他们的舞台上一下子灯光全灭。但这一切也早在男组的算计之中。数秒钟之后，棋盘上再次出现了特效格的时候，男组他们率先落子，使得舞台再次恢复了光效。男组他们这种不惧输赢都要把舞台特效恢复的决心，让爱因慈禧认定特效格才是输赢的关键。于是基凯总和男组他们开始交替抢特效格，结果忽明忽暗的舞台特效反而意外的造就了更奇妙的感受，观众们的兴奋计量条甚至一度飙升到了高点。就这样，男组他们和基凯总打得有来有回，并创造了西洋棋3胜3负的局面。不过基凯总可不会一直被男组他们牵着鼻子走，所以后面对局中基凯总抢到特效格的时候，一会儿是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受从空中坠落的感觉，一会儿是在水中让所有人感受窒息的感觉，一会儿是在断崖边让所有人感受命垂一线的刺激。但观众却都把这一切当做了特效，反而玩得格外兴奋。身临其境中的男主和妹妹白也是根本没有把这些东西当作威胁，毕竟有10条盟约的限制，基凯总的这些动作根本没法真正的伤害到任何人。但是不知怎么的，只见爱因慈禧突然微微一笑，用很温柔的声音对男主说：心爱之人，你的强悍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也请你不要小看基凯总好吗？就见话音刚落，爱因慈禧把棋子落在了特效格上，然后就听噼里啪啦的声音从舞台那传来。男主扭头一看，坏事了！只见台上的番楼的服装不自然的炸了，碎成了渣渣，一块一块的开始脱落。原来爱因慈禧在读过了男主的本子之后，测算出了一套男主他们世界独有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这种服装制造舞台事故，而没有羞耻心的番楼就这样全裸后，肯定会不自然的继续在台上唱跳 rap， 这样异常的状态定会让在场的观众感到索然无味。但是男主其实早就算到了这一步，所以男主早就让番楼内在穿上了比基尼泳衣啊，就布料很少的那种泳衣啊，这种穿了比没穿还让人害羞的服饰突然展现，硬是把神的羞耻心给逼出来了。反而那种边害羞边跳舞的状态让底下的观众更兴奋了。但是爱因慈禧早就算计到了男主的算计，番楼一直这种害羞的跳着舞定会发挥失常，导致舞台效果变差。而男主要让番楼恢复冷静，就必须再下一步特效格把衣服恢复。但棋盘上已经到了爱因慈禧快要胜利的地步，男主只要为了恢复番楼的衣服，这一局棋男主他们就必败。但男主早就算计到了爱因慈禧的算计，哎呦累死我了。所以虽然男主依然下了特效格那一步，更换了场景，但不知为何男主和白突然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冲上了舞台。正当爱因慈禧以为男主他们要放弃比赛的时候，就听噼里啪啦，只见基凯总的伊米尔、爱因及其他11个基凯总的姐妹，加上史蒂夫和吉普利尔，衣服全爆炸化成了空气，瞬间这帮妹子们只剩下了袜子还穿在身上。同时男主还让特效格生成了一野的虚拟假人出现在了这些基凯总的身边，死死的盯着他们。而男主和白则突然分头行动，给番楼重新换好衣服的同时，一人拿着一个手机对着基凯总的妹子们一顿拍照。没错，男主他们认定了西洋棋第7局已经是必败局面了，但因为基凯总6000年前就已经获得了心，所以这个种族的妹子们也一
一定获得了羞耻心的这份感情。这时候拍他们当众脱光的照片，定会让女性机铠种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这就使得第7局游戏在爱因慈禧的操作中正常结束以后，所有机铠种的妹子们还都是全裸被兽人种一眼盯着的状态。而为了把衣服弄回来，这帮妹子一定会逼着爱因慈禧在第8局不管输赢，一定优先抢到特效格，把衣服先恢复过来。这就是男主第8局必胜的秘诀，制造内讧。虽然爱因慈禧极力劝阻其他成员不要上男主的当，要以游戏大局为重，结果最特殊的机铠种伊米尔·艾因根本不管这一套，强制其他成员支持自己，抢夺走了爱因慈禧的指挥权，并一脚把爱因慈禧给踹到了墙里啊，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所以第8局由伊米尔·艾因接管，负责与男主他们对弈。第8局一开场，伊米尔·艾因就为了衣服这件事儿走了一步特效格，导致棋局朝着必败的方向发展。但是伊米尔·艾因却仿佛胸有成竹一样，比爱因慈禧还要自信的对男主说，我们机铠种不管对方是谁，只要其确实存在，我们就能应对，所以这局机铠种定会取胜。这些话反而让男主产生了不安的情绪，因为这个妹子跟其他机铠种比起来实在是太不正常了呀，完全预测不出他下一步会干什么。结果伊米尔·艾因像是掌握了制胜法宝一样，明知第8局会输的前提下，又下了一步特效格的棋子。就见伊米尔·艾因边下边说，空，你最大的弱点就是你还是处子之身啊！这话一出，男主心里咯噔一下，心说坏了，这是遇到行家了。结果就见伊米尔·艾因利用特效格的权利，召唤来了数个兽人种偶像妹子，并让这些妹子以跟制作人陪睡公式为目标，身着暴露的衣服缠着男主。只见男主当时就无动于衷，冷静的继续下着棋。这把旁边光溜溜的史蒂夫和吉普利尔都给看傻了，心说眼前这个男主不会是个冒牌货吧？这么卑鄙的小人竟然会不近女色，这绝对不正常。但是男主立马反驳，你们是把我当什么人了？不要小看我当制作人的决心啊！切克秀，制作人捧偶像那是为了理想和信念，甚至是把偶像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就算不陪睡，我也会把你们捧为最棒的偶像的。只见男主话音刚落，男主手上的棋子再次落在了特效格上，被召唤而来的兽人种的偶像妹子们此时也按照男主的想法，全被传送到了舞台之上，成为了翻楼的伴舞。这突如其来的绝景也让整场演出增加了更多热闹的气氛，台下的观众的兴奋计量条也因此升至了顶点。第8局的西洋棋比赛，男主他们完胜。不过男主此时并没有给伊米尔·艾因太多喘息的机会，反而施加心理战术，向伊米尔·艾因说道，你刚才说我们机铠种不管对方是谁，只要其确实存在，我们就能应对，对吧？那么不存在的事物是不是就无可应对了呢？也就是说，天翼种的创造者，那个最强的阿尔特修，其实根本就不是你们机铠种杀死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根本不是无法战胜的存在。男主为什么这么说呢？时间倒回到5天前，在阿兹利尔带着天翼种来找机铠种麻烦的时候，其实爱因慈禧就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天翼种的创造者，最强概念的神阿尔特修根本就没有被机铠种们彻底杀死，因为想要弑神，本身就要将神所持有的概念全部给抹杀才行。但战神阿尔特修其概念是最强，只要有比较就会有最强的存在，所以阿尔特修根本就杀不死，只不过是阿尔特修的神髓被破坏，进入到了类似之前胡一之神自杀时一样不活化的状态。但爱因慈禧认为阿尔特修不会复活，而是会有不同的人继承最强的名号，重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时间我们再次回到现在，男主在一边搞心理攻势一边对阵下棋的过程中，已经是5胜6负的局面。伊米尔·艾因显然要比爱因慈禧更不好对付，眼下最后2场西洋棋局，男主都要必须赢下才能获得比赛的胜利。但是男主他们依旧展现出了一副游刃有余的状态，让机铠种们异常的紧张。爱因慈禧被从墙里抠下来以后也没闲着，他带领其他的机铠种疯狂的在脑中运算开会，去寻找能够战胜男主的办法。只有伊米尔·艾因不愿意共享自己的记忆给其他的机铠种。正当大家问他你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伊米尔·艾因却说，没办法了，我本来不想这样的，但现在
只好实行了。其他基开总还没搞明白他在说什么的时候，就见伊米尔艾因趁着舞台表演中途休息的间隙，非要拉着男主登上舞台。本来男主是一个极端社恐的人，但是男主完全猜不透伊米尔艾因未来的行动，怕会有闪失，男主和妹妹白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伊米尔艾因走到了舞台上。可刚到舞台的中央，就见伊米尔艾因不知何时换了一身华丽的白色礼服，然后伊米尔艾因拿起麦克风，突然向观众们说道：大家好，我叫伊米尔艾因，是主人空大人的妻子。这话一说，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全投向了男主，就像在质问空，你在搞什么鬼啊？男主也是傻了，想问伊米尔因你到底要干什么？结果伊米尔因却回道：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来，请看VCR。就见本来是为了给番楼增加舞台效果的墙面上，突然放起了伊米尔艾因用能力创造出来的影片。影片里面显示，当初男主突然昏倒之后再次醒来，在给伊米尔艾因取名以后，两人就陷入爱河了，手握着手一起宣告爱的誓言。影片的全过程看不到妹妹白的身影，只能看到男主跟伊米尔艾因打情骂俏的场面，但影片里面的人物动作与状态显得格外的真实，整的男主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因为失忆才导致自己做过这些事，让伊米尔艾因误会了。但伊米尔艾因根本不给男主思考的机会，影片一放完就宣布，现在他和男主站在这里就是在举办婚礼仪式，并且伊米尔艾因还说是男主最先跟自己求的婚，从一开始男主就要跟伊米尔艾因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是假冒的抑制者。为此伊米尔艾因当众宣布他要在舞台上跟男主生孩子。说着说着，伊米尔艾因就一边把男主推倒在地，一边说：主人，你怪不得说赢的条件只是解开心脏机关，却从未指定自己繁殖的对象啊！原来主人你一直是希望跟全基开总生孩子，对不对？原来这场比赛是为了测试我有没有度量让你找小三的，对不对？主人，对不起，我没有这个度量，但是我会连同其他12个基开总的份一起努力的啊！对了，主人，你说要生7000个孩子，对不对？那我就不客气了。男主当时就吓傻了，他真的以为在之前单独比西洋棋平手的时候自己失忆了，跟伊米尔艾因有过什么约定。不过好在男主犹豫的时候突然推了一下伊米尔艾因，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反抗的，也就是说盟约并没有生效。这时候男主才急得向艾因慈禧他们求救，说伊米尔艾因他篡改了记忆啊，快救命啊！艾因慈禧这时候才发觉不对劲，赶忙强迫伊米尔艾因同步记忆数据，比对后才发现伊米尔艾因纯脑补，把之前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脑补成了男主对自己爱的告白。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其他基开总不断的向男主展现爱意，追求男主的时候，就只有伊米尔艾因隐身在边上啥都没做的原因，因为他早就认为自己已经是男主的妻子了，他自己甚至还在跟自己做斗争，要不要接纳同族人当小三呢？等艾因慈禧同步了数据以后，伊米尔艾因终于发现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厢情愿，那尴尬的恨不得用脚趾给地面抠出个3室一厅，当时就想要自爆，选择一了百了。不过艾因慈禧却劝说伊米尔艾因，你根本不用自责啊，瞧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优势啊！男主听到这话一回头，嘿呀，坏事了。正如艾因慈禧所说，原来观众们的兴奋计量条因为伊米尔艾因的这一闹都快归零了，瞬间局势就朝着男主绝对不利的方向发展了。男主必须要在剩下的2局游戏里面不断用特效重新炒热气氛，不让演出演砸了，游戏才不会失败。但是最后这2局西洋棋男主又必须都给赢才行，输1局都是必败的局面。此时第11局已经开始，艾因慈禧不管吼着要自爆的伊米尔艾因重新回到了棋桌，重新成为了男主对弈的对象，而艾因慈禧就没打算给男主翻盘的机会，所以艾因慈禧在番楼演唱的关键时刻落子落在了特效格上，把舞台上的所有的灯光都给关掉了，整个场面与气氛瞬间降落到了冰点。如果男主他们执意去下特效格挽回局面，那这盘棋也将提前宣告失败。但是这一切其实也早在男主的算计之内。就见舞台毫无灯光的情况之下，番楼却唱出了打动人心的动摇歌声，气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逐渐拉升。原来在台下的观众中一直坐着受人种的巫女，番楼表演的
的时候，其实一直关注着巫女的表情。番楼把巫女当做了自己的挚友，如今好友让自己走出了自闭的状态，重新面对了生活。可现如今舞台特效全无，观众的情绪被拉入了冰点。巫女替番楼焦急而露出了担心的神色，这反而让番楼第一次因为舞台演唱的问题焦急了起来。番楼不希望巫女感到失望，他不希望朋友替自己担心，这份关心朋友又想实现对方期待的情绪，让番楼第一次真正的领悟到了什么叫用心唱歌。于是番楼唱出了带有真正感情色彩的歌声，那声音直击心灵，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忽视了特效这些东西，全都在认真的听着番楼那动人的歌声。对，没错，男主打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为了让番楼得到成长，学会找到如何用心去寻找答案。而男主他们也早就看穿了基凯总的心思，诱导对方下每一步棋，包括刚才的特效格。接下来男主他们只要正常去下棋，第12局的比赛男主就已经彻底锁定胜局了。而第13局开始的时候，男主才娓娓道来为什么基凯总他们每一步都陷入了男主的圈套，为什么说基凯总没法战胜男主他们。因为基凯总他们一直在分析的套路从一开始就不是男主，而是6000年前的李克。基凯总所有的策略应对模板虽然加入了男主平板电脑里面的那些数据进行了分析，但其基础始终围绕在针对李克的套路而进行的。但男主不是李克，李克虽然很强，但李克的缺点是过于把责任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一个人背负了痛苦，最终孤独的死去。但男主不是，男主只有跟妹妹联手才是最强玩家，才是没有败北的存在，跟李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如果基凯总想要反正男主就是李克，就给证明他们俩使用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但李克使用的那些套路的时候，其实是李克的老婆修比陪着他一起操作的。基凯总虽然继承了修比的遗志，但终究不是修比，所以全基凯总心中的那份爱是被人强加进去的。基凯总从一开始就无法确定自己到底真的该爱谁，该由谁去爱，所以基凯总们根本就没办法彻底还原6000年前李克和修比的真正的套路，自然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证明男主所使用的套路跟李克一模一样。他们只是在寻求李克来给自己一个答案，是在寻求李克这个人告诉基凯总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修比的继承人。但李克已经死了，所以这么一思考，爱因慈禧停下了动作，他打算放弃比赛了。因为男主若不是李克，基凯总赢了比赛也毫无意义。不过基凯总的这种反应男主也早就算计在内，所以男主连忙跟爱因慈禧说道，当年终结6000年前大战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你们让他死掉的，对不对？男主推理出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当年修比意外的遇上了吉普利尔这样的人，导致本来李克想要不牺牲任何人就获胜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修比最终牺牲了，并且全基凯总继承了修比的记忆以后，基凯总们虽然得到了心，但背叛了李克不牺牲任何人赢得比赛的初心，制造了杀戮，导致最终基凯总和天意总几乎同归于尽，没能在最后帮到李克，导致李克惨死时没有任何基凯总在他的身边。所以这帮基凯总带着修比的记忆所产生的内疚心情活了1000年，一直在寻找能被李克原谅的机会，但他们终究不是修比啊。所以男主用激将法告诉了基凯总们，你们是否能被6000年前那个人原谅，前提是看你们是否先原谅自己。因为6000年前那个男人临死前创造了这个游戏般的世界，并留下了下次一定要赢的遗志，就是希望活下去的人能够实现他不牺牲任何人就能赢的梦想。这些话点醒了基凯总们，因为基凯总们都想成为能够帮到李克的修比，那么前提就给好好的活着，不要再做出任何牺牲的事情，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修比和李克的遗愿。终于啊，男主终于是给基凯总们讲的茅塞顿开。最终这一盘西洋棋的比赛，男主也是以完胜收场。番楼的舞台表演在欢呼声中也顺利落幕，男主也终于说服了基凯总自己不是6000年前的那个男人。基凯总们输得心服口服，彻底解开了自己的心脏机关，可以继续繁殖了。不过解开心结的基凯总们在回驻地的临别前，爱因慈禧向男主表示，他们这一次绝对不会像6000年前那样背叛
誓言，所以他们全机铠种依旧会全力成为男主他们的盟友，助男主实现最终的目标。不过爱因慈禧早已超过了耐用年限，这一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跟男主见面了。不过男主还是鼓励爱因慈禧，希望他再多撑一段时间。而另一边，爱脑补的伊米尔·爱因则表示，他跟其他机铠种不一样，他是真的爱上男主了，并且他还公开的向男主告了白，同时还向男主周边的女性宣战，他离机体报废还有6年，在这个时间段他会不断的来挑战，直到得到男主的处子之身为止。这话差点把男主给感动了，当场就从了他了。幸好妹妹不停的翻白眼，才把男主拉回到了现实啊。顺带一提，其实番楼已经发现了机铠种就是他当年创造出来的那些小机器人的后代，但是番楼也发现自己的成长竟然比自己的造物还要落后了，所以临别之际，番楼也暗自下定了决心，要超越机铠种去寻找自己的道路。而本来来找茬的阿兹利尔其实也观看了男主他们比赛的全程，并最终放弃了向机铠种寻仇，毕竟天翼种的创造者并没有真正的死亡，但是阿兹利尔却对男主到底是最弱，即他们主人的敌人呢，还是最强他们主人的转身呢，产生了疑问。所以阿兹利尔越发的期待男主他们未来的表现。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男主的带领之下，史蒂夫所领导的人类国家艾尔奇亚王国在某一天突然从地图上消失了，因为国内的叛乱，人类总全权代理者失去了一切。那么具体怎么一回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